11点热炒店熊高叉，不呛不辣不上桌。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公众人物，跟公众人物谈恋爱一定很棒。哈，就是有光环啊，还会被跟拍啊，被注意啊，应该也很浪漫吧之类的，好像遇到霸道总裁这样子。照理说你们应该有谈不完的恋爱，可是这些光环有时候会让你无所遁形。对啊，谈恋爱都不像谈恋爱的，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通通都会被放大。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人在监视哦。啊，对，然后登上杂志，对，而且接下来就开始评头论足。评头论足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还会被扭曲，因为他就变成说他自己在说他的故事，那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那其实你好像在谈恋爱，其实不是的，其实你是在闯关打怪。真的，没那么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同事们，他们有谈恋爱，还是认识的朋友在同一个圈子的，我们平常可能会讲说，哇，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样子。但是假如你是公众人物，要这样子的状况谈恋爱的话，就是你吃窝边草啊你。这就是你跟安心啊一直不承认的原因吗？不，我们现场就有几对走过这个历程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好不好？好，让我们欢迎哈孝远轩轩，欢迎，还有 Maggie 小贺，再来欢迎柔柔以及于小泉，欢迎。这边都是已经修成正果的了。是的，好，3对夫妻 ，OK， 3对夫妻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条是什么，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你也是公众人物，来看看，跟你在一起的人的困扰。来，我们一起来看，公开及分开。哎呦喂啊！有的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呢？有的被拍到，然后马上豆豆否认，我没有，他不是这样。对，见光死啦。对，来，这个祥泉经验非常多，开进警局赶狗仔，哈？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天最多有3台车在24小时。媒体对你很感兴趣。然后我每一任的女朋友其实都是素人，也不是演艺圈的，可是都被拍，然后就是。所以说分手，所以他们都是因为被拍到，很快就吓到了吗？没有，有一些是可能有压力，一定会有压力，因为拍到，因为他们是素人嘛，家人有时候可能也会反对啊。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我才交了7任女朋友，才7任，哇塞！不是，他可以有没有2任都不知道，你才7任。我前2天还跟一个朋友，他跟他的那个另外一半在一起28年，他就1任而已，就一个到底啊！真的啊，你7任呢？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受不了这个可能我说公开及分开嘛，他们受不了这个压力，就是说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任，会想要分手。然后我最后一任被拍到的其实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柔柔，然后外面都给就是祥泉终结者，祥泉终结者。他把我 shut down， 对，打败于祥泉。I'm done。那我很好奇，祥泉，你都知道有3台在跟你了，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安排约会？我一开始你还是大咧咧的走出来，然后对，就是你也没有藏啊。我讲真的，我没有藏，因为你那时候都带正妹啊，然后你就很爽啊，想要被拍。你想要被拍？你用这种方式来炒知名度？没有，增加自己的价值。你看正妹都爱我，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从国外回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想说，在街上跟我女朋友谈恋爱，牵手，然后玩她，我说拍玩她，跟她一起什么意思？会嘛？我也你不要骗了，我也在国外待过，跟她一起玩嘛。国外回来就可以这样子吗？约会嘛，然后有时候会，比如说拍一下她屁股，对，然后都会被拍到，然后就会被写成，这是我女朋友，然后就会被写成我公开调戏女生在大马路上，可是这是我女朋友然后有一次是比较夸张的是，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任女朋友已经分手了，可她是素人，我也没有义务要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分手了，我何必呢？没有必要吧？你也很难说。然后他就拍到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去约会吃饭，他们可能以为我出轨，然后那个时候的狗仔他是很疯狂的，他追在你后面，我已经有听到那个
得那个声音，就是他那个已经不叫偷拍，他偷跟，他那个就是摆明张胆，就是要冲贴着你的车尾巴，冲撞你。我那时候哇，那个压力太大，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绕，然后绕到警察局，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指着警察局，我说你再跟我就报警了，他就绕一圈再走。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因为狗仔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我家在哪里？那我后来就换一个方式，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就跑去她的家住。我跑去她家住，我就觉得狗仔应该拍不到我。可是我反而又害到他，因为他家曝光了，对啊，就被狗仔拍到在哪里。那个女朋友就很埋怨了吗？就是他家曝光这件事，有一点，因为他其实会受到困扰，然后他的家人也受到蛮多的困扰。然后柔其实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蛮困扰的。有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有，我有经历追着，这个过程，而且我那时候就是他们都把我拍的超级无敌丑的，然后而且我都是被贴标签说什么哦。因为我一开始被拍到是那时候是夏天，然后穿个小背心，他们就说哦，这个是刺青妹，一看就知道8+9怎么样的8-9妹，对，就叫8-9妹。他们最喜欢给人家取绰号，对，然后他家人也很讨厌我啊，他家人那时候他妈妈写了一大篇那种简讯给他传给他，这样，就是在说请他不要跟你在一起。因为妈妈以前是记者，所以妈妈担心你了。对啊，妈妈写什么呢？妈妈说你是8-9妹，被人家发现。不要再跟于祥璇，是吗？不是，那时候我妈妈就是写了长篇大论，然后开始贴了很多她之前的很多负面新闻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家人和朋友其实就是都全部反对的，就不太看好。然后因为我爸妈又觉得他年纪大我这么多，13岁，然后感情史12岁半。反正就很多，对，然后感情史也就是很复杂，然后有一大堆的就是负面新闻，他们就不太看好，就是想拉。周边人都不看好我，都不看好对，我。可是那时候连我朋友都不看好哦，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要拉近他和我朋友的关系，所以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准备了一个红包，想要送给我朋友。结果我朋友他就直接当他的面说我不收你红包，然后他以为人家是开玩笑，哦不好意思收，然后他说给你啦，不要客气啦。对，财大气粗，这样不讨人喜欢。然后钱收买人。然后我好姐妹超讨厌我的，我第一次，因为通常人家一般讨厌你，他不会在你面前表现出来，你知道吗？他的朋友也是跟他年纪是一样的，直接表现吗？他就是那种很不爽我这样，就看我走开啊。就那种，然后是用那种很凶的。他叫你走开是因为你手又过去了。没有啦，是就去拍他朋友屁股。没有，因为他们就怕我被骗啊，因为他毕竟那时候交往的女生这么多，然后他们又觉得我年纪很小，就不太懂事。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可能正在处于叛逆期。然后我就很想证明我自己就是对的，所以我就还是坚持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吵架，我也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出口，因为我家人不看好，然后朋友也不看好，没有办法诉苦。对，没有办法诉苦，所以他就一直说我很爱念，然后脾气很爆炸，因为我就只能对他宣泄。对啊，还好就是后来结果是好的啊。对，我们结果是还不错的，而且因为祥璇也愿意接受了，也愿意妥协。对，重点是柔柔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他已经众叛亲离了嘛。对啊。如果他这段感情不成功，对，变成人。所以我就是吵架，我任何人都不说，我就自己憋在心里的那一种。对，所以能跟公众人物谈恋爱修成正果的都不简单。不容易耶，那个压力我们也不容易啊，我也是我都冲到他家我有时候真的冲到他家去到他家就是去他家里跟他家人见面，就是讨好他的妈妈，我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的奶奶一开始也是不太喜欢我的，可是他跟我相处下来，就是相处下来那个很久之后的感觉，他奶奶后来是最疼我的。对啊，就很疼你。他只要就是一回到家，我阿嬷就会准备全部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就喜欢他，当成自己的孙子了，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前阵子，就是我阿嬷离开的时候，他就是在我回家就见我阿嬷最后一面，他就突然大爆哭，就爆炸的那一种。然后那时候其实救护人员和那个我的家人全部都在旁边，其实都是在偷笑的，因为他哭的是很夸张的那种哦，你哭一下那个声音，然后人家以为他是在演戏，然后我就看到救护人员就这样子看着天花板，然后这样嘴角一直这样子抖动，就可能就把全世界最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因为那种场合是不能笑出来的。对，笑出来
算真的太糟糕了。不是我那个鼻涕，但是你真的哭得很惨。我鼻涕眼泪真的，因为我每个人都没那么夸张。我从小你是怎样？你是先吃瓦萨比吗？不是，我从小然后再进去。我从小没有，从小跟我的阿嬷就是不熟，因为我阿嬷不会讲国语，我不会讲台语。然后她60岁就离开了，所以她是蛮早离开，所以就是真的不熟。然后我是真的把她当我的奶奶，然后又会想到我，因为我已经尽量工作去忘掉之前难过的事情，姐姐的事情，然后我就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我看到我是受不了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们都以为我是装的，结果反而是他哭成，对他哭成最惨，因为我难过，我真的很难过。后来发现你是真的哭，那家人有没有觉得其实蛮感动的？他说阿妈会托梦给你啦，你最孝顺，哭更惨。哎呦，对呀。喜欢我就好了，不要托梦。其实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说真正认识于祥全之后，就知道他的真性情，就知道他的善良、可爱。对呀，是不是 ？OK， 好的，好，这个你看看，哇，你看，接下来我们也要听听看的，小贺跟 Maggie 这边对不对？算是公开恋情之后就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了呢？其实我是半强迫被公开的。哈，半强迫，所以你其实不想要公开。因为如果是帅哥也就算了，怎么今天我们女方好像都没有什么好话？我好看的地方不是脸，是才华啊！一开始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好，板下来，丢脸。对，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开始他有大头症，他觉得他是矮斗。不是大头症，我头真的蛮大，头真的蛮大，看得出来。真的啦，不要这么说。我当兵的时候钢块带不进去，然后呢？我觉得每次出门啊约会，都像在走一个新的任务一样，例如戴口罩，然后戴帽子都是基本的，然后一前一后不能牵手，这也是基本的。可是我就觉得说，这叫约会吗？这超不浪漫的。我们连坐 Uber 都要他先上车，然后已经坐好了，然后过马路也不等我，然后我就自己小跑步过马路，然后我再上车，然后全程也不能讲话，因为他嗓门偏大。他一讲，他就会讲出很多艺人的秘密这样子。我哪有？他说：“哎，我跟你讲，我嘴巴最紧了，好不好？”没有，例如他就说：“哎，我跟你讲，谁车上放松？”例如他说：“我跟你讲，Ken 哥啊，怎样最近什么？”然后我可能就会暗示他一个眼神这样。然后他就说：“我讲家里的事有什么不对吗？司机也还好吧。”然后我就更尴尬。那我们连去到教会，因为我们初期我怕被骗嘛，像柔这样子，然后他长得也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面相，那我就说我们一定要约在教会，然后祷告，因为教会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但是我们还是分区，我们有分 A、B、C 区，可能我做 A 区，然后他做 C 区，我们都当作不认识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每一次几乎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前一后之外，我们在同个教会很久，但是从来没有对眼过。对，都是你在教会都刻意的回避。然后下雨天他又要潇洒走一回，他说他从不撑伞，因为我不喜欢撑伞，因为我每次带伞出去伞就不见。可是我就变成说我要在后面小跑步，然后不能牵手，然后他又走很快，然后又下大雨，我整个就是狼狈。都是配合他，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交到了。可是有一次被办公开，是因为那时候他驻唱的地方是公开的，比如说班表或什么的，然后我都会陪他去驻唱。结果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有记者已经在外面登了。他为什么知道你谈恋爱？你觉得？不，他因为他一定好奇说，哎，你最近记者都会说，哎，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对象啊？什么之类，最近过得。可是他都没有回，我都没有特别去回应。对，他们就不相信。对他觉得说，我既然不理他，我比如已读不回，可能有，那我去登看看，直接去现场看。对，是这样的看到了。可是我觉得有点恐怖，是我们才一走过去，然后我也戴着帽子啊、口罩啊什么的，他们就已经开始拍，他就直接这样子说，哎，这位是 Maggie 吗？哎，是吗？哎，那你们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傻眼呢。然后隔天报纸就出来了，大家现在都是流行10几家全部一起发。可是我觉得公开之后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变得很
不方便，完全不能做自己。你完全可以。以脱口罩了，为什么不方便？对啊，不是，我以前好喜欢逛夜市，你知道，对了，女孩子我们都好喜欢逛夜市，去挖宝，去吃一些小吃。可认识他之后，这一切也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了。就是有一次我在吃臭豆腐，隔壁桌2桌就开始窃窃私语说：“哎，那个不是那个谁谁谁吗？哎，那是他女朋友吗？什么什么？”我就已经吃得很紧张了，然后突然就有民众拍你的背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冷不防看一下，他说：“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合照吗？你满嘴都是食物的情况下拍起来会好看吗？”在臭豆腐。对啊，你已经成为公众人物，就不开心啊！最扯的是有一次急诊，我们去急诊，你知道那如此的狼狈，我们是推轮椅，然后脸色惨白，竟然还有民众说可以拍张合照吗？那如果你拒绝他，他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么大牌，我都生病了，我不能大牌。我就心想说，我身体都不舒服，我是要比债，还是比业，还是比？对啊，心情不好。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公开好像。没有比较，反而比较麻烦，很不方便，我觉得还是大家不要知道比较好。因为当然我也有过去嘛，那以前我会比较显得低调一点，虽然说没有到明星这么红或什么之类，就是会被跟拍，像周董那种等级，就是随时有人在拍他这样，那我就是会有一个防备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那后来觉得这样子。闪闪躲躲，我没有做坏事，就是很单纯的交个朋友谈恋爱，那何不就正常一点，像一般人一样？所以我说你不用遮这些，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就大方一点之类的。他说不行啊，我这样他不习惯，因为他曾经出道过，她是第一代的黑社会妹妹嘛，然后所以她等于是我前辈，这样就变你前辈，对，她上过我猜我没上过啊，会有那个嘻哈美少女啊，对不对？那所以她等于离开这个行当很久的时间，回去做保险啊，做保险业做到处经理等级的那种位置了，然后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个公众人物，你说这个公众人物如果说他很红的话，他家人就不用太担心啊。不上不下，就有点担心他未来怎么样。未来会，虽然他的家人跟他会想的比较多，对。那我后来就是尽量的配合他想要的那种模式。对啦，对，让他舒服啦。他要低调，你就低调一点。对，你也没有让我很舒服。哪有？没有啊？他不能给你，他没有给你幸福，也不能给你舒服吗？但是舒服不舒服吗？这样痛苦。给不了幸福，对，我们可以给舒服。幸福我们可能给不了，舒服一定有，我们绝对办得到，可以的。我觉得可以让 Maggie 舒服的应该是萱萱，因为萱萱可能会有一样的遭遇，对，或者一样想法，你可以来安慰一下她。因为我们都是素人出来的，对，就是一般素人出来的，对，所以萱萱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也有点小名气。就是我们就是普通人，大嫂了呀。我们就以前就是普通人，然后正常的交往，正常的交男朋友。但是跟公众人物交往之后，我就会避免所有的社群分享。你是有意识的。对，一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也没有要躲或者是要刻意低调。我觉得要低调那种是巨星，可能周杰伦、罗志祥才需要那个低调。没想到他们都蛮高调的。你知道最低调的是，其实是 K 歌最低调。我本来是之前可能大家对媒体对我们没有太大兴趣，那到后来有一阵子我是真的哇，这其实也没有，然后人家一直觉得我有。就是那段时间总是纳豆有。你不很怪吗？纳豆反而一大堆一个有那没有你，他是他的那个障眼法，没有，因为没有，因为纳豆是真的，我觉得纳豆是走另外的路数啦。他可能跟谁有点像？张立东了，张立东。也不是立东，他跟纳豆跟春风比较像。因为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说啊，不要紧啊，我都供出来啊。然后纳豆是说啊，我就是要去钱柜啊，对，狼人后我要去唱个歌嘛。然后他有些时候是怎么样？他在可能喝多了倒下来睡觉。他蛮常睡觉的，睡觉嘛，对不对？然后人家就会开他玩笑，在他身上叠什么，比如说有那种酒杯啊，还是什么，就叠乐这样叠起来，叠得很高，然后睡着，就觉得拍他，然后觉得很好笑嘛。对。然后后来有一天，那个记者就拿那个照片就跟纳豆讲说，我们要登你这个照片哦，你有什么话要回应吗？那纳豆说，你登啊，全台北市大概有10万人有那个照片，你确定你要登吗？就记者真的后来就不登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没什么，没价值，大家都有，然后大家都觉得这很好笑、很好玩，所以他就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没关系，我百毒不侵。都无所谓，没有什么地雷啦，没有什么地雷，人家反而不登他，人家觉得说哇，好像我不管怎么讲你，你好像都没反应一样，没意思了。
所以干脆就不讲理了。你搞不好无形当中还把人推开嘞。有吗？说不定你真的是，但难怪是国师。你们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在他旁边，我有时候想要奇怪秘密也藏不住了，干脆就对我有些时候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给人距离感，但是问题是纳豆不会嘛？你看到纳豆不会有距离啊，完全零距离。对啊，而且你想想看哦，很妙，就是你可以。他好像一个宠物一样，对，你好像可以抱它、亲它、然后揉它、对，摸它，所以女生是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占便宜，女生有些时候还会主动嘞，对，所以她的状况是这样，学着点，对。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他，轩才讲一句，不是他，不要再聊那个小巨人了，不要再聊那个小巨人了，哎呦喂，好不好？轩，我觉得到一个坎咱之后，然后旁边的身边另外一半就会想说，我要低调一点。可是我干嘛要低调啊？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忍不住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说，他是艺人，所以我应该要。就是低调一点，安静一点，所以我就是不管情侣交往的时候出去玩啊、打卡、分享什么的，我都会说不要啦，算了啦，不要，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反而叮咛他不要，对，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好了。然后，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忍不住想说，我好好一个女生，我为什么不能被公开？的恋爱，对呀，我也想要谈恋爱，我也想分享，对呀，为什么啊？那就公开。对啊，你也许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罪。华孝远那个时候你想公开吗？因为你不要听他这样，他好像有在嫌弃我的感觉，对不对？其实他是很迷恋我的，真的，有感觉。结婚前他就很迷恋我，是我感觉有一次，我怎么觉得你跟我得了同一种病？是，对，大头症。来，然后没有之前我们结婚之前有一次，就我们公开之前。他就有带我去跟他的好姐妹吃饭，连他好姐妹都不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一坐下，他那个姐妹就一直看我，一直看，然后看，然后就转过去跟他讲说：“哇塞，你太夸张了吧，你还真的说到做到。”然后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啊，他就一直笑，他就说。之前他跟他那个好姐妹去拜一个月老庙，他姐妹就说：“你刚刚跟月老讲什么？”他就说：“没有啊，我跟月老讲说，就是我希望可以找一个就是高的。”然后胖胖的没关系，不用帅没关系，但是要好笑，话很多，逗我开心的。所有条件都对了，对耶，讲完以后，他的姐妹说：“那你就找他笑也好了啊，笑一笑。”结果我们去吃饭，他就故意不跟他姐妹讲，我们就真的带了一个哈校园，真的哇！所以说迷恋他还是真的嘞，迷恋我跟你讲，所以哈校园是我月老求来的耶，真的，真是姻缘，好姻缘的耶。有人说去月老庙，你就是要讲的这么清楚，对，你要讲很 detail。其实轩是直接跟月老讲说，我想要跟奶昔大哥在一起。今天穿错衣服一样，对，他是这种感觉。哇，所以那次应该很爽哈。对，所以其实他是真的把我当成明星，奶昔大哥，所以他有了你之后就不会想跟别人了。对，而且他真的把我当成明星在喜爱，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几次。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然后好像有出国，然后我就说那个这个可以 po， 然后是他跟我讲说不要好了，不要，我觉得好像可能怕你会被人家，因为你 po 了马上记者就会登嘛，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有好几次，所以大概他挡我这个事情挡了大概3、4次，前面几次我还觉得说他很贴心，到后来大概5、6次以后，我们已经在一起快半年了。他还是跟我讲说你不要po好了，那时候我反而心里会觉得怪怪，说你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我心里想说可能有别的男友，你说也有啊。后来就是我们真的聊了很久，认真的也没有不需要多久啊，就认真的聊了一下，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没关系啊，然后他还很开心，他在很开心，我们就po了。那一次好像是去香港的迪士尼。PO 了，就果然 PO 了以后，马上就有新闻这样。但我们两个都是开心，就逃不掉了。对，但我们两个都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也愿意绑定。对啊。不过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交7个女朋友啊。讲一个故事，你干嘛扯到我？再看第2条，跟公众人物在一起的困扰，请看绯闻跟安全感。绯闻跟安全感什么意思啊？小何。这个我来讲了我的故事啊，因为我在这个 pop
驻唱大概在 EC5 唱了大概16年了。那因为那个地方是。应该大家都有去过，地方很小，舞台小，然后位置小，大概能坐满大概最多100吧，1、2楼这样子。那卖酒水的地方，就会容易有一些可能肢体上的接触啊，就比如说，我唱一唱歌，然后唱到嗨歌了，底下的女客人喝嗨了啊，想要上来触碰我的身体。天哪！就可能把我跟你共舞啊之类的。你要确定哦，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在 EC5 吗？当然 EC5，对，有录影存证的。那时候夸张到就是有女生，她就是我有遇过，那还没认识她之前，有遇过女生喝醉，她把上半身脱掉。她那天生日，然后她说我要解放，然后全场的男生就是撒红包给她。就是想要这到底是 pub 还是什么店啊？天哪！就是大家喝嗨之后就会有就很多光怪陆离了。就是我发现脱序的行径，很多脱序行为都是上班族，压力太大了，解放一下。那跟他在一起之后呢，这个状况还是依旧存在。那一次我记得是也是女客人，然后喝多了，结果他硬要给我小费，通常是点歌单。然后会塞一张，比如说1000哦，这是给你的小费，这样是服务生拿给我，所以我不会跟客人会接触到。当然他就是给了我小费，给了服务生小费之后，然后我准备唱完要离开了，他又把我抓住，他说等一下，我可以跟你合照吗？我说合照应该没什么。他说那可以，他说那可以勾手吗？对，可以勾手。我说不用，我这样就可以。他说我都给小费了。我想说，哇，你把我当什么啊？你给我钱，我就要这样子。然后他说，怎样钱不够是不是？还钱不够是？又掏了1万块。我还有哇，1万块，那些什么都给他干嘛？什么就给他勾，他什么都可以给他掏1万块出来，然后勾我的手。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喝醉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玩哦，来。把那3万块拿出来，哇，那也喝醉了。那 OK 啊，把3万块拿出来，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就塞在我的那个衣服那个衬衫，然后一边他塞不下嘛，因为他1万块这边嘛，然后3万块塞我裤子里面，没问题啊。整个抱住，然后合照，然后后来2个女的吵架。天哪，这就是你想要的演艺人生，这就是觉得很舒服，对不对？也是一件很骄傲的事。你在爽什么啊你？还是很可恶哎。不是，唱歌是我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不喜欢唱到变这样子像这场面嘛。这代表你很有魅力，在舞台上很有。舞台上有钱有拿吗？当然要拿啊！哇，那一场是收入很高的，驻唱一场钱才多少钱，对不对？那你去错店了，你应该去别的地方上班啊。就是因为我去别的地方应征，然后他们说我们的颜值可能无法担当，年纪也是啦。对啊，天哪，不是啊。那后来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他觉得说怎么可能？你这个德性怎么可能有人这样对你？就他真的在他面前发生。哇，你讲一下你看到，所以这是真的，就是有些比较塞钱给他，比较海放的女孩子，她们从国外回来那种 ABC， 她 You know I don't care， 然后她因为她台上讲 I'm married， 已经结婚了，然后她就直接冲到台去，然后她唱一半，她就搂着他。OK， 我打个岔一下，而且当我跟他登记结婚完之后的隔天演出的第一次开始，我只要上台，我就会带着结婚戒指，对，我就跟大家说 ，Hello， 各位，我结婚了，我结婚了，I'm married， so， 而且我老婆有来，你们想要做任何互动，要问我老婆可不可以 ？OK， 那要拍照，我老婆也要一起拍 ，OK。那如果要跟我个人拍的话，我们要距离至少15公分、20公分以上。好严格哦。没有啊，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懂得避嫌，因为你现在有那个不同的身份。有家庭，对。我说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玉林哥跟雅雅分享，玉林哥就是从头到尾有人要跟他合照，他就是比个赞，然后夹着腋下，这样人家就没有办法勾你啊，你就这样子啊。哦，对，你就这样子啊。这样有很难吗？哦，这样子。不好意思，我那时候是被4个女的架开，你觉得我夹得起来吗？对，可能他你要有4个哎。 4个哇，那而且玉林哥有1个就不错了，对啊，对吧？什么意思？而且应该是1个，不能有4个。唐老师，长期比 Pop 是开门做生意的，是的，是的。我们在台上表演，客人再怎么样对我没礼貌，我都不能跟客人生气。是，我不可以动手，不可以动口。客人就算砸杯子或丢什么，我都要只能笑一笑，笑脸以对。所以我后来有遇过一个，他点歌我没有唱。 他到后门跟前门有2台厢型车在等我，堵你啊！对，因为我没有唱他点的歌，
啊，就因为这样。这压力这么大，哇塞！所以我们那你怎么办？你在大街上要唱给他听啊？不然这怎么弄啊？不是，我后来就躲在店里面不走不出去，不走，然后一直等到他就是问服务生说车走了吗，确定他离开，然后我再赶快逃跑。哇，哇，还绕人来哦，真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种近距离的，你看有喝酒对啊，你看，除非我唱的那个地方是卖牛奶、卖甜甜圈，那就没这个意外了。哎呦，难怪你压力这么大哎。所以我现在不管任何工作，我就跟我太太说，拜托你一定要跟我去，不管什么场合。来，轩轩轩也来聊一下。像我朋友的过度关注，就会引起我非常不安。像哈少宇，他现在很常在球场啊，然后球场不只会有一些很猛的篮球员，也会有一些很辣很正的啦啦队。对，哇，对，真的辣哎！那个啦啦队辣到是连女生都会忍不住就多看几眼，真的漂亮，真的辣。但我就想说，哇，那个屁股蛋真厉害。对啊。那我就会觉得，就是球场很健康，很 OK 都没有关系。可是呢，他现在跟一群啦啦队有一个节目，他们在预测 NBA 的输赢的节目。之前现在。然后那个群组呢，他每天都在聊天哦。那我就想说，啦啦队，然后聊天聊那么开心，还会那呵呵银铃般的笑声都出来了。银铃般的笑，你说小哈哥还是小哈哥？他很开心，聊到半夜哦，然后半夜手机荧幕都亮亮的，还在聊。那我就说，哎。没有需要我一个节目聊成这样吧？他就说没有啊，我那个节目群组里面还有张立东啊、小梁哥还有洪都拉斯哥，他都把他拉进去。他就说大家都在聊天啊，没有什么。但你知道，因为半夜那个手机荧幕很明显啊，我躺在旁边，可是我眼睛都这么斜的在偷看。对，就想说传来的图片都是一些可爱的啊、啾啾啊那种浪漫的小贴图。你说小梁哥会传那种浪漫小贴图给你吗？就是他，你好烦哦他。要是。是，这两个觉得很烦，男生故意传这种，男生有时候会互相 cover，会，互相 cover， 男生会传这种无聊，对，你怎么不 cover 一下？我没在那个群组里面，抱歉，对啊，没有，这我们这边都工作，就像刚刚小贺一样，其实这很辛苦，这都是工作，对啊，对不对？用工作来，工作又来了，他真的，那你把轩轩也拉进去啊，人家小贺把 Maggie 都带到现场，真的，我们也都是工作，但其实太太们其实。因为他们毕竟都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他们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很清楚工作分得很开。像他有时候之前，他就最近那个阿诺不是变得很辣吗？他就隆乳嘛，就变得很辣。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哇塞，阿诺现在变得很辣哎。那以前你们一起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就怎么样？对，有没有动心过？我说怎么可能跟阿诺要也是跟151嘛？对，就只是开一个玩笑这样子讲就当真了，生气，对，就真的生气。因为你把事实说出来，没有，到底有没有啊？我觉得你跟151真的是一个真的没有很致命的吸引力耶，一个超高，然后一个那么娇小，对，龙山高差，对啊，真的没有啦，那个没有，因为轩轩这么会吃醋，对啊，有时候会知道哦，那是节目效果，讲一讲的啊，可是讲久3人成虎 OK， 你知道吗？对啊，一样的话，上次我们在聊表表，他也说过，小心一点，3人成虎，真的。其实真的要跟公众人物在一起是要花时间适应，对，很多事情你觉得说啊这个没关系，这我可以 handle 来了，等到真正经过的时候。经历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有那些感受。没错。对啊，要时间，要去调试。来第3条，来 ，Let's go， 请看。镜头无处不在。真的，大家都在看你们，对不对啊？哈哈。所以要全妆了吗？对呀，这倒是真的，我跟你讲。对。哈少远是这样子的。出国还是有很多双眼睛盯着。对，就是其实不管你在做什么，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太高，因为比如说这个苍蝇，对，而且还粘在你的头发上，可能以为找到大便。你的衣服颜色啦？对啊，你到底是奶昔还是大便？难怪反正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出国啊，那现在就算有了小孩，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还是可能会被拍到，会啦。尤其对不对？你看去个日本，现在日本台湾全部都台湾人观光啊。对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就像我们讲，我们去有一次也是忘记去澳门还是去哪里 ，OK， 然后就有记者直接打电话来，那一次我们还没有 po 那个限动。
其实记者直接打来说，那个你们刚刚是不是在哪里？我说哇，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们是不是在看一个那个什么马戏团，太阳马戏团还是什么东西？对，我说这你也知道？他说刚刚我朋友他在看，然后拍照拍到你在后面，他很兴奋说，我看到哈孝远在我后面之类的，就之类这种。然后对，因为我就又比较高大，比较容易被发现，所以就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真的很麻烦。我们之前出国也是啊，连在路边骂小孩。也被人家拍，记者也打电话来问，不要在路边骂小孩，路边调戏，而且多好笑，路边骂小孩。那个爆料的读者，他还自己想故事，因为我们在那天下雨天，然后我儿子有点不乖，然后我雨伞这样指着他，我说你这样子是不是不乖？然后他还直接爆料给记者说，那个哈孝远在路边骂小孩，手上拿着雨伞，不知道有没有打他。这对，然后他还自己想故事，然后记者问我这样子，对啊，这个就可怕，真的现在连出国都麻烦，会真的要。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以前想说，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就谈恋爱的女生，就是出国对，到处都是有台湾的，真的，而且更显眼，真的，因为你更显眼，对，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在飞机上面没问题哦，有一些巴博的空姐都会讲，我没有，真的。现在不用什么记者来爆料，还是什么狗仔，全部的人只要有手机，你都可以来拍。全民结果，坐在那边吃饭，忽然有一只手机，好像在拍后面，但其实说不定就手机价越来越高。对。而且他拍有些是还算是有礼貌的，因为他拍到一半，他还会问你说，可不可以拍？我说你不是已经在拍了吗？对，他已经拍了很久，对他觉得我在看他了，真的，所以他才问。所以真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出门被拍有一件事情是很糟糕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蓬头垢面，对，没有说话，油头盖饼，然后人家看到你要拿起来拍，那怎么办？对不对？还是拍啊，对不对？哎呦，柔怎么了？你有出门被拍有容貌焦虑了。对，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容貌焦虑很严重，然后我出门我就是都戴口罩，然后戴帽子包得紧紧的，就连去那个便利商店也是一样，因为记者他都拿那种大炮拍，然后一样就是把我拍得很丑，然后重点是重点是很丑，对，重点是很丑，然后没有网友留言也都是超级坏的，就说什么我是什么余香泉交往历任女友以来最丑的一个，看到照片了吗？对，就是拍成这样子，然后故意挑这张啦。对，然后还看到我的刺青，就说一看就是8+9，然后什么锅配什么盖，然后之类的，就是一大堆这种留言。你有看吗？有啊，你不要去看那些，我就跟你讲了。对，然后我跟他讲，他也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了，你不要去理他就好。可是我就素人，我这样子看到一直被骂，我当然就很容貌焦虑，就很严重，心情不好，心情会不好的。对，然后再加上我之后又是怀孕生小孩嘛，就整个就是脸就垮得更惨。对，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就开始找一些就可以快速又有效就立即的那种保养方式，我就上网找了一番，就真的被我找到了。今天我要带来分享给大家。当然就是这一款 Ludia 的闺蜜精华，它真的是我现在每天保养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哇塞！对，然后它有一个品牌独创4600颗微晶球包覆，然后接触肌肤瞬间释放高活性成分，然后直达基底，就肌肤的基底，每一颗都包覆着现在最红的乙酰抗老成分，真的，玫瑰 PDRN 加牛奶外泌体，这也是现在韩国欧尼最爱水光针的同等高档成分哦。PDRN 跟外泌体是现在最夯的，对，然后用一阵子你就真的会发现肌肤重返20岁那样子年轻透亮，有吧？对，她现在皮肤真的是越来越好的。对，然后我刚刚这边真的好，已经卸妆了，你已经卸妆了，对，我这边脸已经卸了，然后我现在要来用保水仪来测试给大家看现在的肌肤。好，对，试试看。53水的部分是53%。那我现在就先来上一边脸给大家看。好，你们看，它的
金球接触到肌肤立刻爆掉，哎呦，对，高稳定，然后又不容易氧化，擦在脸上的吸收度也是非常的快，然后重点是它很清爽哦，修护力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底，对，它里面含有800亿的牛奶外泌体加玫瑰 PDRN， 所以它的功效其实是非常全面的，抗老、提亮、维持肌肤在健康的状态，一站式就可以解决。一站式，然后你擦完就可以得到这种水亮的肌肤，上底妆也是非常服帖。晚上擦的时候，我白天醒来一照镜子，哇塞，被自己美到哎，有没有美到？连我都吓到，怎么这么美？很像早上我老婆越来越美啊！我跟你讲，它就像很像睡10小时那种光泽感，饱满透亮。我都好想亲一下，我可以亲一下吗。亲一下，哎呦，OK， 那擦完精华，我们接着就是要擦乳霜，就是先补水，再来就是要锁水。最近他们又在升级了他们的这个金砖闺蜜霜，我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闺蜜霜啊，对，它的质地，你们看一下，哇，是不是很像鲜奶油一样，超级绵密丝滑的？真的，对，真的，对，而且它涂起来润而不黏，它结合了4合1维持肤况的成分，蜂王乳、胎盘素、牛奶外泌体加 PDRN， 它就是用好几种贵价的成分噔的堆叠上去，所以能打造出我们的年轻透亮感。哦，对，那我会搭配它这个附赠的导入棒，对，很精致，对不对？对，它是每个都有附赠的，你就稍微这样子往上按摩。轻轻的，它就轻轻的就好，轻轻的，对，轻轻的，它就可以抚平淡化容易长小细纹的地方。对，然后大概就是因为它延展性很好嘛，你就是按摩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的吸收了。那按摩的同时，你们现在有没有闻到一种香味？有，对，舒服的味道。这个就是它天然精油的那种自然香氛。对，就是整个就是很治愈，身心灵都得到放松了。你们看一下对比，那种这边是哇，那这样看真的有差了，真的有差，立刻发光。亮。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拿给我用呢？贵价的东西我自己用。你这样子大炮开你都不怕了，很贵价钱的贵价的，你是开价，你是开价，你去开价，我用那么便宜。对，而且我之前不是被记者用大炮这样子偷拍吗？整个气色很差又狼狈，就像老了10几岁一样。我现在直接出门这样子素颜出门，我都没在怕，因为我的底子已经养好了。然后这个就是我每天宠爱自己的保养仪式。那我们来再来测试一下，再测试一个水分，看多少。正式邀约媒体朋友们来拍吧啊！多少？请看多少？77，原本40几哎。然后直接飙升到77，这个真的就是很好用，每天用就是让肌肤越来越亮，保持年轻水光感，就是你脸上现在就只剩下贵气，不是老气了。对，然后不用进场保养就能得到同等级800亿年轻能量，让明天的肌肤更胜今天。这款闺蜜精华还有闺蜜霜分享给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可以到11点热炒店的这个官方粉丝团了解更多哦，好吗？谢谢，在这里谢谢柔柔，谢谢张娟。Maggie， 听说你也有容貌焦虑的问题，非常我以前觉得素颜出门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没有办法了，尤其是产后。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是以经纪人就是工作的身份，是陪他出席一个活动，就突然记者就很近距离的，也是直接就开始录了，然后就说那个太太一起啊什么的，我当天素颜，然后呢就直接拍了，就隔天果然那个。就像柔柔讲的，他们都喜欢帮我们拍很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网络新闻也有，然后线下新闻也有，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留言，我还是会去看啦。然后虽然老公们都会叫我们不要看，对啊，对，但是我就看了之后，他们就会说，那时候我才刚产后，刚坐完月子，那他们就会说，哇，怎么跟之前官宣恋情的时候差这么多？之前是辣妹，然后现在怎么现在是辣娃？
对，蜡黄，对对。然后你看臃肿，然后松弛，然后各种批评都有。太过分了啦，刚产后嘛。对啊，对，还好吧。然后我就整个大走心，我就难过超久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是怎么调试的？假如今天如果又有人再写一篇攻击你，然后又说，哎呦，上次拍可能是误会，这是真的确定是蜡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你要怎么？赶快去找柔柔用那个闺蜜霜。我刚刚看柔用完现场，就整个现在倍儿亮，发亮，真的对不对？它现在就是倍儿亮，很有用哎。所以就是可能自己要多保养，对不对？把自己最好一面展现出来。但是其实即便人家讲你什么，可是我觉得也。那个我们控制不了，可能就不能太在意了。是啦，所以听完真的今天觉得跟公众人物谈恋爱。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浪漫，没有不浪漫，对，根本就是有舆论压力，又被放大检视，这个压力真的很大，我们都会有一种没有被理解的委屈。对，好了，看得开就好，看得开，幸好修成，心态健康，这个路也走得长远。而且现在在场就是你们都已经通过所有关卡了，对，好开心哦。对，要好好的继续走下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去跟柔柔买外密。加一，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感谢啦，线上加一啊，加一，真的蛮好用的，真的会亮哎。